我是林燕老师。今天我们上第25课。今天是几号呢？14号。周三啦，星期三，对吧？一周的日子过了，到中间了。在德语里，它就是一个中间的一个单词来组合成的这个星期三。好，今天我们要学的主题是什么呢？是在餐馆里。之前呢，我们学了一点儿关于在餐馆里点餐的时候，告诉服务员你吃什么，不吃什么，帮助同伴点餐，对吧？那么在餐馆里，正常的情况，我们在沟通的时候还会用到一些名词。今天我们要学。中餐通常指的是我们的中国的餐饮习惯的餐馆，中餐馆。还有呢，西餐馆。那么西餐馆大家就比较熟悉了，也许到了中国做的方法、烹饪的方法有区别，但是大致的内容，比如汉堡包在中国就有这个音译的名词，然后呢，煎牛排，煎呢就是用油煎的，在中国呢，油煎的食物和蒸煮的食物比较多，而在德国和欧洲的其他地方、西方国家、美国，那么烤制的食物就比较多。那么烤出来的是什么呢？大多数是肉串儿。哦，这个烤老师写错了，一定要改一下啊。烤肉串儿，最适合烤的肉是什么肉？哎呀，一说到肉，老师总是想起故乡的肉，就是羊肉，烤羊肉串儿，对吧？这是全球人民都可以接受和比较喜爱的食物。那么烤羊肉串儿配的最好的
主食是什么？凉面。凉面，烤肉。哎，这个烤怎么写起来就觉得好像不像了呢？其实就是这样写的啊。好的，这是西餐馆里的主食类的，汉堡包、煎牛排、烤羊肉串儿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西餐馆里还有一大部分是喝的。我们说固体的东西是这些，我们用的动词是吃，吃基本上是固体的，吃汉堡包，吃煎牛排，吃烤羊肉串儿，而喝呢，喝指的是液体的食物。喝什么？喝啤酒。喝啤酒，白酒我们不说了啊。好，喝红酒。还有呢吗？还有什么？哎呀，这个酒里有一横嘛，都忘了写。喝啤酒，喝红酒，然后呢？当然喽，西餐馆里就不说了，中餐馆里的才是。喝茶，吃中餐的时候，你可以点一壶茶，然后根据有几个人，要几个杯子。而西餐馆呢，对应的是啤酒、红酒，然后呢，白酒不说了，我们说红酒配的是红肉，就是红颜色的肉。那么红酒配的就是煎牛排、烤羊肉串儿，都是可以的，明白了吗？是这样的一个搭配。而动词喝是针对液体，喝啤酒、喝红酒、喝茶。吃是一个通称，可以说吃饭，饭就是个通称，它指的是固体，固体的东西就用吃。好，吃、喝要区别了。我们在餐馆里点餐的时候会问你喝什么，你吃什么，你们有几位？别人会问你们有几位，就是一起进到餐馆一起吃饭的人。然后呢，吃完啦，喝完啦，要买单啦。买单，或者说叫付款。那他们会问一起付，一起付就是所有的人由一个人来付钱就好了，或者是AA 制。AA 制就是自己付自己的，自己吃自己这一份。很多的西方的人是习惯于 AA 制的，我自己吃什么，喝什么，我就点好了，我自己买单。大家坐在一起，不过是互相聊聊天。而中国的习惯是一起付，总有一个人请客。
请客，这样轮流付这个买单的钱、吃饭的钱。而西方呢是习惯 AA 制。如果大家是朋友、同事、同学，那么 AA 制是可以的。如果是家里人，啊，男朋友、女朋友，又学这个词了啊，男朋友、女朋友，不可以 AA 制哦。如果 AA 制会生气的，就说明这个家要分开啦。男朋友、女朋友，谁付款呢？谁买单？不能忘了哦，是男朋友、男性买单，因为这是男权社会呀，对吧？老师说的没错吧？所以不能忘了哦，不能让女朋友买了单，那么没有下一次了，女朋友很可能就永远只是一个普通的朋友啦，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和你相亲相爱的女朋友啦。好的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学的在餐馆里中餐、西餐。中餐没有介绍太多，而把西餐介绍了一些，因为西餐是大家比较熟悉的，在中国也能够找到很多的西餐馆，质量非常好，有汉堡包、煎牛排、烤羊肉串、凉面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开始接受中餐，好不好？然后说了，喝是指液体的食物用喝红酒、喝啤酒、喝茶，而吃用的是固体的食物用吃，记住这两个动词。然后呢，这里红的蓝的字是讲了什么啊？讲了中国的一个风俗习惯，关于请客，一起付钱还是 AA 制？如果是家里人，男朋友、女朋友，一定是由男性来付钱哦，男性来付款、买单，明白了吧？如果是朋友、同事、同学，那也许是可以 AA 制的。好的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第25课学的在餐馆里的进一步和文化有关的一些内容的介绍。好的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啦。如果你对林燕老师的课感到满意，一定不要忘了给林燕老师一个订阅。当然，林燕老师还是会将文字版的 PPT， 还有作业哦，还有朗读的优美的散文附在这个视频的后面。好的，我们下一节课再见，谢谢。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，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，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。西风在东方
唱着悲伤的歌曲。呀西呀的孤儿在风中哭泣，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，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。亲爱的孩子，亲爱的孩子，你为何哭泣？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，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的叹。总是那样，我回过头来，看到有人向我笔直地走来，我想这不是偶然的。而我妈，这附近没有她不曾去过的地方，更远的深山也快让她跑遍了，边境后山一带也去过好几次呢。每当夕阳横扫世界的时候，他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，总觉得他浑身自透了遥远的气息。他的衣服总是那么脏，头发蓬乱，挂着枯叶，背包鼓鼓囊囊，糊满泥土。他手上总有新的伤痕，但这手总不会空着，有时拖着2根又大又长的柴火，有时候攥着一把绿油油的野葱，有时向我伸过来摊开手，粗糙的手心里却是一簇红艳艳的豌豆大小的野草莓或蓝莓。还有一次他回家时，还走在远远的山脚下，就向我高高挥动着什么，走近一看，是他用来当水杯的玻璃罐头瓶，里面满满的盛着晶莹剔透的红色浆果，是从没见过的，很小，就比米粒稍大一些。我尝了一颗，酸酸甜甜的，满嘴香气，就很高兴的全吃完了。最后才问他这是什么东西，没想到他居然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不知道能不能吃，只觉得好看，就带回来了。好在一直到现在都还活着。总之他的这个毛病一点儿也不好，无论什么都敢往嘴里放，无论我怎么吓唬他都不在乎。不过再想想看，这样的山野里会有什么毒物呢？这开阔的、清新的、明亮干爽的、高处的，一眼望过去万物坦荡，不投阴影。而在南方，多雨、浓盐、甜腥，闷热、潮湿，阴气不散，雾障丛生。在那里有巨大的舒适，也潜伏着巨大的伤害。不过有一次，我妈也差点碰上不好的东西。那次她和叔叔穿过一片森林，在一处光秃秃的高地上，发现了成片的萝卜缨，脆生生，水灵灵。他们试着挖了1两株，在根部发现了与胡萝卜几乎一模一样的块根，只是瘦小了许多。我妈掰开一个这样的胡萝卜一闻，气味也是一模一样的，
而且非常新鲜浓郁，他高兴坏了。他想，葱有野葱，蒜有野蒜，豌豆有野豌豆，韭菜有野韭菜，那么这个肯定就是野胡萝卜了。他把这个胡萝卜往衣襟上擦一擦，张嘴就想咬，幸亏给我叔硬死拦下。后来终于这一段海岸线没有裸体的小孩，几乎裸体的妈妈和几乎裸体的欧玛。看到远处远远的那个小黑点了吗？那就是老米，看他走了多远了，对吧？这里有鸭子，平静的水面，看可以看到海湾，这样 SS 型的海湾，漂亮，对吗？还有海浪的声音。